我知道阿哲死了，因为是我亲手把那张召唤笔仙的纸烧成灰，撒进了他的骨灰坛。可3天前，他却在我租屋的窗外对我笑着说：“换你了。”2024年8月，我和3个朋友在高雄租了一间透天3楼的套房。我是黑竹，23岁，做餐饮业班。阿哲是我们当中最冲的那个，做业务嘴贱胆子大，总喜欢挑战别人的底线。心仪外表温柔，其实很爱凑热闹，只要有人带头，他多半会跟着玩。小韩是最安静的，但他对灵异特别敏感。高中时还因为在学校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休学过1个月。那房子租金便宜的不正常，房东阿姨交屋时只特别提醒一句：3楼储藏室别开，里面东西别碰。他的眼神像是在看傻子，你们要是乱动，后果自己负责。我们当然嘴上答应，可大家心里都在想会有多可怕。那天是星期五，下完班，我们4个窝在客厅喝啤酒，电视上正好播灵异节目，聊到笔仙，阿哲马上来劲，不如我们来玩，看看准不准。我摇头，你想死自己去，我可不玩。心一笑，怕什么了？又不是碟仙。小韩皱着眉，我真的不建议，这东西会缠上人。阿哲翻了个白眼，你们就这么没胆？玩1次就知道了。我本来想拒绝，但他忽然补一句，不如去3楼储藏室玩。那语气像在挑衅。心仪马上附和，好啊，那里最阴，一定更刺激。小韩小声说，那锁阿哲走上去一推，锁是坏的，看吧，老天都同意我们玩。他笑得很欠揍。储藏室很窄，空气中带着一丝压迫感，墙角堆满发霉的旧家具，还有几个不知内容的纸箱。我们搬开一张矮桌，把纸和笔放好，4个人围着坐下。阿哲用夸张的腔调念着：笔仙笔仙，请你出来。我和他对视一眼，心里有点发毛。一开始笔纹丝不动，阿哲开始嫌无聊，快呀，有没有反应？下一秒，笔突然往上抖了一下。心仪倒吸一口气，你是笔仙吗？笔慢慢滑出时，阿哲兴奋得像抓到宝。你以前住哪里？3楼房。我背脊一凉，正想制止，他已经问下去，我们会死吗？笔停了一会儿，缓缓滑出2人仙。空气瞬间冷到像有人开了冷气，我心脏狂跳。够了，送他回去。我们照着规矩念完，请你回去。笔啪地掉在桌上，小韩的手心全是冷汗，眼神一直盯着墙角一张泛黄的旧报纸。我顺着看，报纸的日期正好是10年前的今天。2天后，阿哲下班时开车失控，直接冲进路边工地。警方说刹车失灵，可那车才刚保养完。我去殡仪馆认尸时，他的脸竟然在笑，那笑容诡异的像他在等我。葬礼后，小韩低声问我，你有听到吗？听到什么？他站在灵堂门口，叫你名字。我们3个之间的气氛变得诡异。心仪用笑掩饰恐惧，说可能真的是巧合。但小韩变得越来越不对劲。有一晚，我半夜口渴经过客厅，看到他坐在桌前，双眼涣散，手指压在笔上，笔自己动，纸上密密麻麻全是3个字：换你了。我拍他的肩膀，他却慢慢转头笑。他说，你快了。浑身鸡皮疙瘩，那笑容像极了阿哲。之后他常站在储藏室门口，甚至用粉笔在门上画奇怪的符号。我问他在干嘛，他只说我等他回来。第3周，心仪在浴室洗澡时滑倒，头撞在马桶边缘，当场没了气息。警方认定是意外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是2人仙的第2个。葬礼上，小韩凑到我耳边，阿哲说，你就是第3个。他的声音不像他自己的。那晚，我梦见自己坐在储藏室里，对面是阿哲和心仪，他们都笑得很开心。桌上的笔自己动了起来，拼命在纸上划出我的名字。我不敢再睡在那里，暂时搬去朋友家。
直到3天前，我回去收东西，发现储藏室的门敞开着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唯一的桌上放着一张新纸和1支笔，纸上写着我的名字，下面是一个空格。我转身想走，却在窗外看到阿哲，他穿着出事那天的衣服，笑着比了个写的手势。小韩就站在他旁边，头发滴着水，手里捏着一支铅笔，笔突然滚到我脚边停下，那声音贴着我耳骨响起：换你了。我双手像被操控一样，在空格里写下了名字。再抬头时，他们3个已经走进房间，而我正站在窗外，看着自己坐在桌前。所以，如果你住在高雄某透天厝3楼，别打开那间储藏室，因为我还在里面等你。